在探讨中央银行的历史和功能时，我们必须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当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中央银行这个词汇在今天可能被广泛讨论，从日常新闻到学术研究，无不体现其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但是，中央银行是如何成为国家经济的守护神的呢？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概念在17世纪的瑞典出现。随后，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中央银行——英国银行。这些机构的成立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的货币供应，以及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银行的角色逐渐演变，包括监管银行系统、执行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时刻提供支持。在讨论中央银行的历史和功能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国家——美国。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及联邦储备系统在1913年建立，其成立是为了回应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07年的银行恐慌。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政府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弹性和中央化的金融监管机构来维护经济稳定和防止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央银行使用的主要工具包括调节基准利率、控制货币供应以及实施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手段，以影响经济活动。通过这些措施，中央银行旨在实现低通胀和高就业两大目标，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增长。然而，中央银行的政策决策并非没有争议。一方面，他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注入大量流动性，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另一方面，批评者指出，中央银行的政策有时可能导致资产泡沫，或者对某些经济部门产生不公平的影响。此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是一个长期讨论的话题。理想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独立于政治影响，以便能够实施长期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压力有时会影响其决策过程。在结束这段讨论时，我们回到了起点：中央银行如何成为国家经济的守护神，通过维护金融稳定、调控经济周期，并在危机时刻提供支持。中央银行无疑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正如任何强大工具一样，其效果取决于如何使用。中央银行的政策和决策需要不断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有效地支持经济的健康和稳定。通过个人故事、政策起源的讨论以及对具体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央银行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经济。从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银行到今天的全球金融系统，中央银行的旅程是对其不断适应和演变能力的见证。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中央银行政策的具体实施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实施这些政策前的经济背景。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简称联储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应对策略，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联储如何在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采取行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期。这一时期，低利率环境和放松的信贷标准共同促成了房地产泡沫。然而，随着房价开始下跌，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及次级贷款开始违约，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了全球金融系统，导致信贷市场几乎冻结，很多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或严重亏损。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联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首先，它大幅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几乎降至零，以降低借贷成本，鼓励消费和投资。此外，联储还实施了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即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来增加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
这一策略旨在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并确保金融系统中有充足的流动性。除此之外，联储还推出了一系列紧急贷款设施，为处于困境中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包括为投资银行提供贷款的初创设施，以及通过商业纸资金设施 CPFF 和定期拍卖设施 TAF 来支持短期借贷市场。这些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显著的效果。首先，它们帮助稳定了金融市场，阻止了金融系统的进一步崩溃。其次，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流动性，联储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刺激，支持了经济的逐渐复苏。最后，这些措施也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降低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然而，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辩论和担忧。一方面，批评者担心长期的低利率和大规模的资产购买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未来通胀的上升。另一方面，还有人担忧这些政策可能加剧贫富差距，因为资产价格上涨往往最直接的惠及富裕的投资者。尽管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经济复苏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中央银行在应对严重经济衰退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联储不仅挽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金融系统，也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事件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在联邦储备系统实施了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景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复苏的势头上，还反映在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上。通过对比实施政策前后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央银行政策的深远影响。首先，政策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在量化宽松和利率下降的刺激下，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逐渐复苏，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与此同时，信贷市场也逐步解冻，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这对经济活动的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比危机前的动荡不安，市场的这一平稳过渡显著提升了经济体的整体健康。其次，经济增长的恢复是政策效果的另一个重要体现。虽然复苏速度不一，但美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走出低谷，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失业率明显下降。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也反映在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消费信心逐步恢复，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然而，这些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挑战。一方面，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得储蓄者面临较低的回报，特别是对于依赖固定收入的退休人群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另一方面，虽然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受益，但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次危机和中央银行的应对措施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深思。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防范未来类似的危机。此外，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合作也得到加强，共同应对跨国金融风险，体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合作精神。综上所述，中央银行实施的政策不仅对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社会的财富分配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提醒我们，虽然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强大且有效，但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也需要权衡其长期效应，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新兴的挑战，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创新和调整策略，以维护经济稳定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应对各自面临的经济挑战。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央银行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在影响。
以欧洲中央银行 ECB 为例，在面对欧债危机时 ，ECB 采取了包括降低利率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内的多项措施，以稳定金融市场并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帮助了欧元区国家减轻了债务负担，恢复了金融市场的信心，促进了经济的复苏。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ECB 不仅展现了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应对区域性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也加深了欧元区内部的财政和经济一体化。亚洲方面，日本央行在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通缩压力时，采取了极端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引入了负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消费。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停滞的状况，但同时也引发了对于长期负利率可能导致的金融市场扭曲和储蓄者受损的担忧。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不仅受到本国经济状况的影响，也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紧密相连。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可能会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其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加强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最后，通过这些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中央银行政策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同国家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在维护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努力是共通的。这些政策的实施展示了中央银行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提醒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创新和调整政策工具，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中央银行的政策决策不仅关系到本国经济的未来，也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中，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合作与协调是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推动持续和平衡发展的关键。